偶遇宁光3年，已是知根知底。枫丹卡池又相遇，养成理解更新。大家好，本期是我知道你不会培养，但作为我的第一个主 C， 所以硬塞给你的天泉宁光枫丹版本的养成理解分享。为两位公子吃饼。那么一上来，我们先看宁光这个角色的特性，他是一个平 A 穿插重击，然后用 EQE 打爆发的角色。在伤害的构成上 ，EQE 占总伤害的 75%， 所以平 A 穿插重击可以理解为是没有大招时候的一种伤害补充手段。但是老实说，宁光的平 A 手感不佳，比较笨重，尤其是在战况激烈的时候 ，AA 中的操作容易卡顿，或者闪避后接重击呢，容易罚站。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理解，平 A 穿插重击其实是拖累宁光 DPS 的选择。那么我们就能得出，宁光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实际上速切或者接力其实更适合他。那在6秒的时间里把 EQE 的伤害打完就撤退，毕竟 EQE 这套技能呢，裸伤能达到14万左右，吃个班尼特的大30万。那么在6秒钟打14到30万 ，DPS 是在2.3万到5万，还是能跟上现在这个膨胀的时代的。你的性命我收下了。不过 EQE 虽然爆发不错，但是如果 E 开门碎了，就会掉伤害，掉的还挺多的，少12%的延伤，少门额外产生的星璇，那一来一去呢，差不多有30%的伤害。这对于一个4星角色来说就很难受了。所以宁光的缺点，平 A 手感不太好，以及呢实战容易掉伤害。然后我们说这个角色的培养，那宁光在主词条的选择上就非常的简单，攻击杀、延伤杯、暴击或者爆伤头。而在个人城区的这个丰满程度上，也就是影响伤害的攻击倍率区、增伤区和暴击区，宁光最缺的呢是增伤和暴击区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枫丹，出了增伤的神，出了新的圣遗物，所以增伤和暴击区呢就有额外获得的手段了。那在理论上，回声套是宁光伤害最高的圣遗物，因为它又给了攻击，又给了大量的增伤。选择这套圣遗物的时候，基于城区配平武器的选择就需要双爆的武器。当然这套圣遗物的缺点就是实战的时候，如果生存压力大，结晶盾的覆盖就没有那么稳定。然后是猎人套，因为我们之前说宁光的暴击区也比较匮乏嘛，那么上了猎人套，绑定弗妮娜和奶妈，猎人套提供的暴击再配合爆伤的主词条，要是再上一个爆伤的武器，这个暴击区间就前所未有的丰满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暴击区它确实是丰满了，增伤区呢就不如回声套。而因为宁光不能生命值变化，所以虽然有弗妮娜，叠层的速度还是不够快的。那么在理论的计算中，会比回声套呢弱一些。当然，放在实战中，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这2套枫丹的圣遗物呢半斤八两。所以我会从其他的维度去选择，比如说刷本的性价比，那肯定是猎人套更好。那考虑到宁光大概率抢不到弗妮娜的话，回声套就会更优。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老的圣遗物盘烟套，能够通过结晶盾为队伍提供额外的增伤。比如说组一个拂叶琴，驾驶员是宁光，那么拂叶拐宁光，宁光再反哺拂叶，大家相亲相爱也是很不错的。而在武器的选择上呢，就是双爆大于增伤，4星没啥可选的，就是流浪乐章。它和锁的差距呢不算大，如果只打速切，还有机会把锁秒掉。但是如果玩家比较飞球，那么锁就更稳定一些。从 XP 的角度来说呢，锁也更好看一些。然后在枫丹出的这些5星武器，其实都挺适合宁光的，因为他们大多加双爆嘛。当然他们的特效都需要用符符去触发，也都需要宁光去战场。但总的来说，用上这些5星武器呢，宁光的伤害会更上一层楼。所以我觉得抽5星武器算是给宁光加强的最好出路了。而在组队上，枫丹这个时代呢，我会更倾向于组多核体系，把宁光作为其中的一个核，然后让其他的角色来弥补它本身作为4星角色数值不够的缺点。比如上面说到的拂叶琴，肯定是比双炎双火的单点爆破能力更强。那在以往，宁光和钟离是老搭档了，但现在我觉得低练的队伍伤害想要更进一步的话，肯定是要告别钟离的。另外，速切和接力的体系虽然还不成熟，但是至少现在有一个纳维亚嘛，所以可以利用纳维亚积累弹片的时间，用 EQE 去给队伍补充伤害，这都是很合理的。只不过呢，接力和速切的玩法，不管是什么队伍，宁光的归属感都不算特别强，毕竟不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队伍。当然还有时下最流行、最新潮的和闲云妈祖队打下路攻击这个队伍，宁光也可以去尝试，在6秒的时间里呢，可
可以打出4次下落攻击，会比2轮 AA 中加星旋少141%的倍率，但是因为有闲云阿姨的加成且手感好，所以呢数字大，打得也挺爽。而且要是怪物的体积比较大，下落的时候有擦伤，那么伤害就反超打 AA 中了。所以我们总结宁光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呢，第一是在伤害数值上比较需求5星武器，第二呢是在配对上呢没有特别适合自己的队伍，主要是因为宁光是一个颜元素，还是一个偏主 C 的角色嘛。那么我相信如果宁光未来有更好的配对，肯定也是找到另外一个更适合的颜元素。那后面的千之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？我们就等前瞻以及上线之后呢再看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宁光在枫丹养成的一些新的经验分享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